好得很。前有西北战败，今又有晋州数千灾民涌入京都，诸位竟都是尸位素餐之辈。哼，眼下形势，指挥使难道还欲越俎代庖？此等大事，当上奏陛下决断。陛下闭关前下过口谕，任何人不得打扰，诸位难道不知？即刻起，禁军监管九门安防，引楼卫驱赶已入京流民，遣回原籍，羁押晋州知府。不可，这些流民入京已是九死一生，若再驱赶，恐京都生乱。当务之急，救济安抚灾民为上。哼，丞相大人说得好听，这笔银子你来出，且谁都懂，天灾之后必有疫病。大人如此体恤那些流民，可曾将陛下安危放在心上？你威胁本相？哼，欺师灭祖之事，本官尚且不放在眼里，威胁你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晋州知府早已上报过灾情，替其救灾与安定民心殚精竭虑，根本原因在朝廷拨银不及时，指挥使实不该此时羁押此人呐。哦，本官也未必不近人情。既然王大人为其求情，不如将其绑在晋州府闹事，任由百姓诉其罪状，与其算账。若此人能熬过10日，本官便不再追究，如何？奸佞，谢威这个奸佞必不得好死。不必在意，散朝。本欲借灾民入京，引父皇重视，又被谢威搅局。指挥使如今更冷血冷情，只怕百姓在其眼中尚且不如蝼蚁。谢威呀！谢威定不负殿下，日后披肝沥胆，为您开疆拓土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给晋州那边传信，着人暗中护好赵大人，万不得已可用非常手段。陛下三思，指挥使已派引龙卫前去晋州，我们的人若贸然行动，恐打草惊蛇。赵启正是为配合姑的计划，难道要姑看着他受辱而死？启禀殿下，清雪先生有请。必是商讨典籍，你二人不必跟来。你说咱们几个刺杀谢威，能有几成把握？我看你是发陛下的心。咱们殿下文韬武略，具惊艳天下，如今却只能在此处主持编书，我等怎能甘心？别人不知，你我难道也不知殿下暗中筹谋？你最好消停些，莫坏了殿下计划。谢威这个奸佞，欺人太甚。好个谢威，且等着小爷寻你眉头。谢威你个卑鄙小人，夜不能寐时，可曾想过无数冤魂前来索命？与其担忧本官，不如担心你如今落到本官手中，可会牵连他人。谁能想到呢？西北大败的主将，原是韩国公府流放岭南的小国舅一人冒充。陛下若知晓，小国舅以为太子殿下又当如何？你以殿下威胁我，当年若不是殿下怜你身世孤苦，若不是父亲惜你机敏之才，单凭你一个乞儿，怎有机会留在国公府？你是如何回报知遇之恩的？殿下亲征漠北大胜，你却当朝告发父亲与漠北勾结，父亲为证清白，当庭撞柱而亡，国公府满门流放岭南。谢威，你怎配再提起殿下？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，竟敢妄想靠近殿下。本官不配吗？却也不是小国舅如今能智慧的。若你真想保全太子殿下，该清楚如何选择。
本官更喜欢强人所难。拖去乱葬岗。大人不用随意买了。凭他也配。放出消息，就说谢威私自处决西北军主将，还将其部使荒野，任野狗分食。锋利之刃当引更多血泪，敌方势力牵制，谢威这把好刀，朕还要用久一些。咱们这位陛下呀，最是喜欢玩弄人心。几位御史大人如此爱操心，送他们去西北与敌方和谈，若不成，此生也不必回京。不是还有2位将军也说本官僭越吗？便由这2位护送几位御史前去。啊，只这2位将军，再加50护卫随行，若死了是他们命不好，怪不得本官。备马。果然，殿下还是不长记性啊！那是姑的小舅舅，让开。昨夜便将人丢去乱葬岗，此时只怕早都被野狗分食殆尽。做什么？殿下以为臣想做什么？殿下为何不能安分些？安分？9年前母后不明不白死于一场大火，3年前外祖父撞柱而亡，如今又是为姑奔走的小舅舅，谢妃，姑还要如何安分？别用你的脏手碰姑！殿下如此看臣。因生来眉心便有着朱砂痣，天下人赞殿下为王朝之璧。殿下如高台菩萨，心怀天下，普度众生。既如此，又何妨多度一个卑劣的我？谢妃，别让姑恨你更多。那么，殿下恨我便好，恨一辈子。殿下既觉得我脏，咽下去，沾染我所有。尹一，送1桶热水进来，再去寻药箱。本官以为先生最懂非礼勿视，我若不进来看看，外面那几人还不知闹出何等动静。指挥使难道愿意泄露行踪？得，我逼到隔间总行吧？不是我说，你这也忒狠了些。殿下虽同是男子，也经不住如此辣手摧折。滚！不愧是指挥使大人。皇家别院何时有的地道与暗室，姑竟不知。臣以为此刻殿下更该操心其他。姑只问一句，西北战败可是你暗中所为？攘外必先安内，臣若不这么做，殿下好容易收拢来的那点军中势力，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？既如此，为何你还要杀小舅舅？因为殿下太蠢。是吗？谢尉为何不躲？才尝过殿下销魂滋味，臣也只好以痛相酬。不过殿下也当清楚，若你不杀死我，便莫怪臣于床榻之间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你总说殿下太过心慈手软，可若不是殿下心软，此时你早该命悬一线。多谢先生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小师弟是心悦殿下，可以谨守本分。老师如何忍心推他入暗渊？你师姐死于陛下之手，只留下九川这孩子。为了九川，老夫没有什么舍不得，且请全你知，这也是谢威之愿啊。
我以为终其一生，你都不会令殿下察觉你的心思。原本我也如此以为，殿下那般风光霁月，于我而言，相逢已是上上签。大抵暗渊中踽踽独行太久，总想抓住一样属于我的。唉，原来花灼灼，缘去月茫茫。既有这般执念，为何不为自己留余地？哼，当年老师赐名时曾言：“谢尽天下，唯居独行。”应是已料到我之将来。师兄难道不知吗？自古以来，奸佞都为成就新君第一道贤命而设。师兄何必惆怅？倒不如好好安抚殿下。上元节之后，便是他返回皇城之时。你要为殿下谋划禁军？端看师兄如何配合。本官不是刺客啊！哼，小张大人窥探指挥使行踪是何居心？恰本官身边还缺个教书，小张大人如此清闲，不如近身伺候。指挥使误会了，本官在翰林院上差。恭敬之中，如此视法度为无物，猖狂，实在猖狂！这太湖石不是先帝摆在御花园的吗？怎么就被谢威这奸佞弄回府中当隐蔽用啊？这是天下为人董相爷都为快的清血帖，竟如此随意挂在这里，暴殄天物，真是暴殄天物！这么些珍贵之物，谢威这奸佞能看得懂吗？怎么，小张大人喜欢这些摆设？若下官记得不错，这些都是皇家珍藏，不过些死物罢了。若小张大人侍候得好，随意挑便是。指挥使莫欺人太甚，下官没有龙阳之癖。小爷当然知道自个貌美如花，细看指挥使也是俊美风流，但小爷真不喜欢大人啊！但小张大人熟悉那些卷册。大人，小张大人乃是丞相之子，无妨。若小张大人敢有一心，拆了相府便是。小爷这是寻眉头不成，反被这奸佞逼着上了贼船呐！可是这奸佞笑得好可怕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小爷才第一日为这奸佞做事儿，就能参加奸佞核心议事了。小爷竟也成了奸佞，恢复后老爹怕是能打折小爷的腿啊！周琦那狗东西，近日总与本官对着干。诸位想个主意，撸了他禁军统领一职。大人所言正是我等想说的。周琦最近是猖狂了些。到底谁猖狂啊？周琦可是陛下最信任的禁军统领，尔等就这般大大咧咧说要搞他，你们奸佞如此肆无忌惮的吗？王尚书方才的点子不错，明日便给周琦府上送几车珍宝，待他收了，诸位早朝时只管弹劾。好吧，这是个癫狂的世界。你怎么敢去招惹谢威的？我好好走着就被影龙卫发现，然后就……哎，爹，你想想，有几人能靠近指挥使？就当我在他身边卧底好了。让谢威如何走到如今为止？你给孤为了什么？殿下难道不是同我一般食髓知味？殿下这张嘴，此刻不该说话，不如与我共舞。殿下担心我，我很欢喜。谢伟，小舅舅到底被你藏到了何处？殿下总是不信我，李萧然早被野狗啃得什么都不剩。晋州传回消息，赵启正在闹市被人救走，孤以为该是你所为。谢伟，为何你总是令孤看不清？殿下真以为我是什么好人？来呀！殿下倒是掐死我！谢伟，你是不是只知晓随地发春？臣有幸殿下这张嘴恶着。殿下忘了，臣说过的，要让殿下恨我一辈子，自是恨得深一些才好。
小师弟这般明目张胆，就不怕被人察觉？相府那位小公子，师兄可听说过？你如今还有心思注意其他人？小白兔以为跟在我身边便可传递消息，师兄不如趁机联络。怎么，小张大人昨夜没睡好，眼睛抽筋了？指挥使，景策那里到底有碍观瞻。大人别乱看，本官不是那般随意之人。臣弹劾禁军统领周琦收巨额贿赂，早有疑心。不是，宁臣们真就这般潦草陷害人，这样也行？徐侍郎只是诬陷，本官何曾收过贿赂？本官作证，周统领近日确实勒索了本官不少珍宝。你分明是你府上的管家亲自送来，说你我皆是陛下重臣，当同气连枝。哼，统领大人莫不是在说笑？试问本官还需对你低声下气？朕信中的只你二人，谢威，你这是闹什么？陛下明鉴，臣统领禁军10多年，只忠心陛下呀。周琦府中私藏金银便有几百万两之巨，还不算其他私产，臣自然不敢再帮着他欺瞒陛下。周卿，谢威所言可真？陛下莫信谢威胡言乱语，他这是污蔑。谢威，你可知禁军统领与朕有多重要？臣正是清楚，这才更为担忧。我二人如今的一切都是陛下赐予，臣得来的金银都上交陛下司库。周统领私藏数目之巨，谁知他背地里还有什么心思？不必再吵，你二人先退下。谢威自去引龙卫暗堂领鞭刑30。指挥使因何受伤？去京郊万寿院。素闻指挥使在京郊豢养了成千上百猛兽，传言这是真的？咱们大人不许金银珍宝，若真说什么喜好，也就与这些猛兽亲近些，因而建了这万寿院。好似这坚定真的两袖清风一般，但是这豢养猛兽也需要大笔金银，好吧？下官好奇，还有谁能令指挥使受伤？虽然周琦贪墨与受贿为真，但陛下心中，咱们大人到底少不了僭越之嫌，必是要罚。所以这事儿真成了？自然，等着看吧。不出3日，禁军统领便该换人了。到底是小爷见识少，还是这世道真的癫狂？谢威这法子分明漏洞百出，陛下还真信了。小张大人如此惊讶做甚？早说了，咱们大人向来行事磊落。这是磊落的问题吧？果然朝堂是谢威这坚定的一言堂。这些猛兽只对大人如此，小张大人莫轻易靠近。尹爷大人可听到了？好似有甲胄金戈碰撞之声。小张大人想多了，便是有金戈之声，也是引龙卫为大人驯服猛兽弄出的动静。小爷怎么会听错？分明就是兵戈之声。难不成谢威这奸佞还敢有大逆不道的心思啊？小张大人还等什么？快跟上！想不到殿下也有做梁上君子之癖。孤意不曾想到，指挥使也有如此狼狈之态。修道20余年，陛下早已喜怒无常，殿下最清楚，不是吗？殿下手稳些，若不然，这玉佩的主人可就没有臣这份运气了。当年你住在国公府，外祖母也曾慈爱待你。谢飞，你竟用国公府其余人性命威胁孤。身为佞臣，总要多些保命的筹码。殿下还是嫩了些。你少时辗转飘零，机缘巧合被孤救下，后又送你去学习课艺。孤知你心中诸多不平，然你也不可将万千黎民置于水火之中。西北战败，便等于没了对戎狄的防线。万千黎民与我何干？殿下打出生便在富贵锦绣乡，我却受尽欺凌。臣没有殿下那般慈悲，于臣而言，只有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孤与你也算有恩，可你先是罗织罪名诬陷，后又强制于孤，上一回更是卑鄙为了孤那种药。谢威，你怎就成了如今模样？既知我不择手段，殿下怎还敢孤身送上门？谢威，你背上有伤，不要命！可臣更想看殿下因我而疼。
果然，殿下这唇不说话是最甜。谢薇，姑越来越看不清你了。殿下又何尝不是与我隔着云端？别人不知，臣却知晓荆州流民如今乃是殿下所为。若说殿下只是想借流民之苦警醒陛下，臣万万不信。引龙卫已由你指挥，如今又谋划禁军统领一职，还将丞相之子居在身侧。谢薇，你想篡位？世间男子哪个不曾想过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妻？可你这般不顾社稷安危，无视万千里女，且还如此招摇的骄奢淫逸，即便得到至高权力，又能维持多久？怎么，殿下这是想拉拢臣为你所用？单是诬告外祖父，害得国公府流放，孤与你便再无藏奸，更不提还有杀害小舅舅之罪。孤与你止于不共戴天。你既想争权夺利，便该知孤是你最大的对手，为何还要如此？谢妃，你对孤，可也有难。若孤求你，你可愿再派兵前往西北镇守？殿下何必担忧？殿下心有沟壑，我亦不敢忍下。你我各凭本事罢了。与其操心这些，不如珍惜当下，翻过于化解的销魂滋味，臣已向往。那殿下可收到西北的新战报？谢妃竟与戎狄人勾结，他这是与虎谋皮。殿下要的是百姓安稳，且不管谢维如何做到的。总之，如今西北并未再生乱。至于小国舅，他的打法确实激进了些。若谢维连这都察觉不到，又怎能这般快掌握引龙卫？那他也不能杀了小舅舅。殿下又怎断定小国舅真的死了？咱们的人在乱葬岗寻了几日，可曾找到一片衣角？所以，谢维还是不信我。殿下被誉为王朝之璧，陛下却已慕。您若还锋芒毕露，若殿下当年听劝，不去北京，我何至于此？天灾频发，国库空虚，父皇却沉迷修道，以致民不聊生。所以臣才支持殿下破而后立之筹谋。如今殿下不在朝堂，朝臣大都阿谀奉承，或明哲保身，有个谢维快刀斩乱麻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可先生也该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。无论逼宫或破而后立，殿下都免不了被天下人与后世指摘。有谢维行逆举，于殿下的将来百利而无害。先生难道舍得？就孤只晓得，当年先生极是疼爱谢薇这个小师弟。生而为人，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殿下又怎知谢薇不是心甘情愿？唉，已将世界等微尘，空里浮花梦里身。谢薇何曾为自己留过退路？相府这小公子有趣的紧，还真给我们传递了消息。谢薇竟也有如此疏漏。眼下周琦被问罪，新的禁军统领还不曾真正取信于陛下。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的道理，谢维怎会不懂？且不管他用心如何，既打算迎殿下回朝，我们便抓住这个机会。主持边书几年，太子行事越发稳重了些，不错。有刺客护驾！查清楚了。殿下知晓了我们的计划。引龙卫中混入了2名死敌，目标是太子殿下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还有一事，那剑上有毒，您9岁及时封锁大人经脉，最多也只有3月的时间。我这身体本就中丹毒一身，又何妨多一种？属下已派出兄弟们寻找解药，还请大人为兄弟们斟酌。别人不知，你难道不知道陛下那些丹药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？哼，难怪文武百官怨声载道，这人还真是奢靡无度，丝毫不知收敛。殿下打算这般做到地老天荒？孤不明白，你既是冲着孤来的，为何又要为孤挡箭？殿下想多了，臣是护驾。哼，分明是你布下的杀局，临到头却又反悔。谢薇，你究竟是以身入局，要孤欠你一回，还是你不忍孤伤到分毫？若说我布下假局，只为成全殿下救驾之功，以松懈陛下防备，却被陛下利用，殿下可信？引龙卫尽在指挥使掌握，你在耍孤玩。说了实情，殿下却不信。
不管殿下信不信，此次回朝之后，还请殿下谨慎再谨慎。那是孤的父皇。然殿下也总记不住，天下从来都是先君臣后父子。当年国公府惊变，还不够殿下清醒与警醒？住口！你怎配提国公府？既然殿下不长记性，朕只好用其他法子教你。谢妃，孤心软，却也不是被你这般利用的。穆九川，你他妈的畜生不如！老子身上还有伤。胸口开出荆棘之花，如此模样的指挥使更诱人。小张大人这时作甚，请进。真的是先生给小爷传信。事实证明，在下的传言属实。谢威这奸佞果真欲对殿下不利，今日未叫他得逞，先生还需要多加防备。幸好有小张大人传信，殿下才躲过一劫。先生不必客气，若不嫌弃，唤我青青便可。青青？对，家中人都唤我表字，为何同是唤字，此刻先生唤出来，谢威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爹娘想要女儿，此奈只有我们兄弟3人，为哄娘亲欢喜，爹爹就为我取了这个字。青青，很好听的。别叫了，下有人了。但今日之事也有诡异之说，怎的最后谢威又为殿下挡箭呢？青青的心思还真是细腻。那依青青之见，谢威为何如此？必定是谢威担心殿下回朝后威胁他如今地位，才会临时以身入局。也有道理。不过先生也不必担忧，我跟在谢威身边，也不是没有收获。哦，谢威应是在外面养了人，若是殿下能抓到此人，自是可以令那奸佞投鼠忌器。青青怎如此可爱？先生说我可爱啊！谢威伤势可还好？已应无大碍。不管如何，你2人都注意些分寸，莫等将来后悔。传信晋州3地，起事吧。启禀殿下，8败李家集，晋州3地兵变。启禀殿下，晋州灾民先抢夺粮食，后纠结队伍叛乱，洛州与冀州随之响应，叛军如今已有几万之众。陛下，此为民乱，朝廷应先赈济流民，同时派出钦差与叛军和谈。丞相大人耳背吗？叛军已有几万之众，如今赈济灾民还有何用？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当派兵平乱。太子以为如何？若派兵镇压，只怕会引来更多民乱。而臣为储君，愿代表朝廷前往晋州与叛军和谈，而后父皇再定赈济灾民之策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殿下不可冒险啊！朕倒觉得太子所言不错，如此时刻正当为父皇分忧。先生分明清楚，父皇也参与了猎场刺杀，有那么一刻，孤分明感觉到谢威是为孤打算，可转头他又将刀刃对准孤，孤不信谢威，亦不再信父皇。说殿下一意孤行，将来必为千夫所指。如今的孤，难道不是孤家寡人？如此，殿下保重。看来东宫在指挥使眼中亦如无人之境。殿下为何不能信臣一回？孤也想信你一回，可你一次次令孤心寒。罢了，先为殿下解疑惑。殿下可去查陛下制作丹药的材料，其中最不可缺少女精血为药引。丹药也不是一蹴而就，为确保这一味药引，陛下令宫女皆日日服药，导致诸多宫女患病或早亡。9年前，陛下在寝殿插下被几名宫女勒死，是皇后娘娘及时赶到。父皇当更爱重母后，身为帝王，却被枕边人看到最狼狈之刻，便注定皇后娘娘死去。因而那年七凤宫走水，陛下不需救火，亲眼看着皇后娘娘葬身火海。你撒谎！父皇怎会对母后如此无情？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殿下怎还这般天真？殿下出生便是王朝之弊，
陛下本就诸多疑心与忌惮，偏你还在皇后娘娘薨逝后领兵出征，锋芒毕露，你叫心怀鬼胎的陛下如何安寝？所以你早查到真相，为何此时才告诉孤儿？哼，殿下何尝不是瞒我之神？殿下心怀天下黎民，铁肩担道义，便是臣今日不说，殿下不也准备忤逆君父？王朝飘零，百姓挣扎于水火，孤不忍。殿下可懂，真正人生无根底，飘如陌上尘的辗转反侧。谢薇，你说的是谁？我到底在妄想什么？谢薇，为何你左臂如此不自然？殿下还有信心注意其他？醉战长鲸一天间，笑领海浪起船舟。此刻，殿下最该用心感受我。放开我，解开！殿下做梦呢？原来殿下筹谋破而后立，我这点井底之蛙主张又算得什么？便由臣为殿下扫除后顾之忧。殿下又何必牺牲至此？宫城之内，有些事孤做不得，谢薇却可以轻而易举做到。母亲进京一点齐，殿下随时可启程。待再次转回京都，大抵早已物是人非。小张大人难得神思不属。今日太子殿下启程，使挥使不去相送，岂不是更落人口舌？无非朝臣们嘲讽本官托大，那又如何？哎呀，是，你是手握重权的奸佞，自然你最大。指挥使可是东宫清泉先生？不过酸腐文人罢了。怎的？小张大人仰慕那位？不是，指挥使别乱说，你才酸腐，你全都酸腐。罢了，看你心神不宁，不如给你放假，先退下吧。多谢指挥使。小张大人近日辛苦，叫引流带你去本官司库挑几样喜欢的。指挥使说真的？本官何时与你玩笑过？太好了，偏挑最好的选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奸佞对下属是真大方。然后都送给先生，他定然欢喜。万寿院内的兄弟也已启程。可嘱咐过了，一切以殿下安危为上。大人，您真的不留退路吗？依属下所见，殿下待您也有特别。答应师傅的那刻起，本官便没了退路。凌波殿的人动手吧，算算时间，2月后放松对李萧然的看管，最好叫他以为是凭自己能耐逃出升天。奇怪，谢薇这奸佞难道不该盼着殿下出事才好？不对，这奸佞哪会有如此好心？他口中的殿下，该是荣王殿下。先生容禀，近1月来，陛下病势日渐沉重，宫中人心不稳。谢薇趁机大肆屠戮皇室宗亲，以至于人们闻以龙位，便心惊胆战。原以为谢薇欲扶持荣王殿下，然后所杀宗室皆有真妾虽双，其中不少人乃荣王一党。还请先生为我解惑，谢薇或许并不是那般罪大恶极。谢薇疯了吗？这不正是殿下所愿？先生何意？100年时间，皇室宗亲已是巨数，更是王朝拖累。即便殿下有心改朝换代，然血脉牵绊，永不得解脱。因而先生怀疑孤利用谢薇铲除将来隐患？不是怀疑，殿下起事的时机已说明一切。殿下已察觉些许端倪，知晓谢薇会帮你。攻城之时，孤可保谢薇无虞。殿下可知，物是人非，不是说说而已。臣只愿殿下将来无悔。殿下您不知，您期盼的攻城之日，便是谢薇的死期。殿下明日启程，李萧然可混在队伍中，一同离京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别任由殿下恨您。师兄也知我与殿下多了些纠缠，若将来殿下动了恻隐之心，师父与我之筹谋恐会付诸东流。恰好李萧然对你恨意最深，你要设计他为最后利刃。这些年李萧然如何待我，师兄最清楚，这般算计他也算公平。你左臂为何如此僵硬？茵茵，送先生离开。大人，各地皇室宗亲，凡在名单上的，皆已处决。如今还剩多少人？实不存疑。
甚好。晋州传来消息，5000禁军被叛军赶回，孙延一兵败，太子殿下与随行东宫属官下落不明。殿下终于下定决心，好事。这几日你便开始安置咱们的人，万寿院还有些金银，都给大伙分了，放那些猛兽归山林吧。大人为殿下扫清所有障碍，也为兄弟们安排后路，为何无都不为您自己打算？我如何走到如今，你为我心腹，自是最清楚。便真有退路，恐怕我的身子也熬不了多久。何必等你日后有了心上人，便知我如今很快活。硕说谢威扶持荣王殿下，可昨日尹龙卫便查封了荣王府，他其实是太子殿下早布好的暗棋。小爷懂了，谢威坚定之举乃是假象。父亲不止一次忧心过，国库1年的税银都不够皇室宗亲挥霍。综上所述，谢威之所以出动尹龙卫大肆屠戮皇室宗亲，是为将来殿下执政扫清障碍。先生以为我说的可对？谢威如此不管不顾形势，天下人唾骂，将来殿下真的能保下他？有这1000铁浮屠，真正如虎添翼，黑甲军亦不足为惧。当年外祖父曾言，先生之才在肃清四野，果然深谋远虑。殿下想错了，这几年臣陪您困在皇家笔院，何来的金银与机会做这些？最了解陛下有多少暗器之人，是谢威，因而才有了京郊万寿院。先生是说，这1000铁浮屠是谢威魏国祖先？那1000铁浮屠本该是大人生机，您却……你怎的还不死心？与其说这些，不如好好看着那些朝臣，尤其丞相大人，莫叫他们坏了本官之事。小张大人回了相府，或许能劝说丞相。哼，怎会？咱们这位相爷可固执得很。叛军如今到了何处？有咱们的人牵制黑甲军，消息已及时传递，最多不过1日，何至京郊。李萧然也被接到禁军中，且禁军这几日也频繁异动。风起于清平之末，只怕谁也想不到，叛军背后之人竟是太子殿下。你且去忙，本官也该与陛下算一笔账。弑君之名落下，大人您再无丝毫生漏，便是太子殿下，他也会恨您至深。恨我，总胜过不记得我。此事皆已清理，指挥使可畅所欲言。贵妇家人已在平康坊安置，3进宅院，半条街的铺子。多谢指挥使相救，还如此费心。此乃总管应得，之后还要劳烦总管揭发本官累累罪状。放肆！将弼执政深入内里，陛下却还色厉内荏，有用吗？李子之，是你！陛下疑心甚重，臣也颇费思量才找到法子。亏得陛下多年服用那些丹药，再将香科之物混在香料中，就如这一般，砰！陛下便是如今模样。小爷待你不薄，为何？陛下口中的不薄，便是令我为你刀柄，还需次次为你试药。做个人不好吗？当年国公府扶持你登基，皇后娘娘也救你于危难，你却看着娘娘葬身火海，更嫉妒你们唯一的嫡子，欲铲除太子与国公府。皇后是救了朕，趁朕昏迷杀了柔妃，他这般肆无忌惮，不就是仗着国公府的事？太子因没信诛杀制，出生便被誉为王朝之璧。笑话，朕才是帝王，他们如此，朕岂能容？陛下才是王朝最大的笑话。你若一心求长生，有如此优秀之储君，由他理政岂不省心些？偏你还要抓紧权力，疑心颇重，以致民不聊生，王朝势颓。若太祖皇帝泉下有知，棺材板怕也难压住。你如此费心，竟是因心悦太子。可韩国公因你而死，死的那般惨烈与不体面，现在太子只会恨你。无心的怪物又懂什么？我可以无名无德无所送，
亦可永坠暗渊，但无爱必定得母救川。即便你忍辱负重做这般多，奸佞之名天下知，太子容不下你，也护不住你。朕这可不行，陛下不死，天下如何名正言顺登基？吾爱如明月，须告诫吾下，不染尘埃。弑君之名，便有臣来担。谢为尔敢！陛下，龙玉变天。27声，是陛下！快去朝府，令20护卫随我进宫。站住！天下还不知宫中如何，京都必然生乱。豪生留在府中。殿是先为太子殿下提前扫清障碍。父亲，我担心他。住嘴！不过你胡乱猜测罢了。就算你猜测为真，听听外面动静，你去了又能做什么？父亲信我，谢微真的不是奸佞。您是丞相，可否帮帮他？罢了，我会尽力为之。小爷定不会猜测，谢微你可莫出事。兄弟们，随我进宫，请奸佞保护陛下。有一事我不能再隐瞒，还望殿下禀退左右。事关函谷宫与谢微，先生最好莫骗我。当年国公爷知陛下不容国公府与殿下，又察觉谢微心悦殿下，这才定下计策，从容赴死。谢微实为暗器，重新为殿下筹谋势力。这几年为取信陛下，谢微几次在鬼门关打转，小国就已被他暗中保下，眼下应在禁军。果然如此，如我所料不错，为扫除殿下最后的障碍，谢微已弑君。谢微行奸佞之事为真，他抱着必死之心为孤打算，国就恨谢微已久，为殿下可拦。备马进京。小国舅好大威风，别忘了你还是戴罪之身。卑鄙小人，当年分明是你诬陷国公府，暗诬太子殿下。怎的？小国舅这是知晓陛下驾崩，便想给陛下扣昏君之名？放屁！还是如此卑鄙无耻！本官很是好奇，小国舅这是寻到了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为储君，本就该顺位登基。若小国舅有殿下消息，当告知我等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啊！哼，这还要问指挥使大人？殿下只怕还被他追杀，便是陛下驾崩，也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大人不可再往前，都站在原地。所以，小国舅这是与本官算账。都是本官所为又怎样？小国舅能奈我何？指挥使勿再往前。还请丞相大人做主，陛下却为指挥使谋害，奴才亲眼所见呐！谢微，你还有何狡辩？此等大逆不道之徒，窃国奸佞，人人得以诛之。放箭，小国舅不可。大人，小小的风殿下，离别，我却听不见。谢微，穿越千年的宫变1月后，初夏日，百官拥戴，太子穆九川登基，定年号承德，号称承德帝。承德帝登基后，迅速平定内乱，效益干实，励精图治，推行一系列新政，与民休养生息。所以指挥使并未勾结戎狄，西北战败也是他为当今陛下存续军中势力所为。还有那几位被送去西北的御史，也是指挥使暗中保护，还真叫他们和谈成了，立功回京。尹烨，那时先帝重单独以身，性情暴虐，大人其实在保护那几位头铁的御史，只是幼时相救之恩，指挥使便答应国公爷之请，以身入局，背负奸佞之名，成就所爱之志，却又被所有人误解，指挥使该多斗，斗之所爱，还不能违背其心，为其正名。陛下该，陛下说一句催心断肠也不为过。可我家大人却在意。他人
少年竹马情谊，谢微大爱无声，陛下爱而不自知。当叹一句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如今最惭愧的，非小国舅莫属，积极为营为父报仇，却不想其实是国公爷之计，最后还被谢微利用他莽撞，成就计谋最后一环。正是，陛下至今不见小国舅。谢微，备车去皇家别院。谢微，不是说要我恨你一辈子的，你出来！谢微，你倒是出来见我一面。谢微，朕欲及3载，萧夷干涉。宁国如今也算得海晏和亲，然朕亦有遗愿未了。今布告天下，陛下万万不可！丞相还欲阻拦朕。您挥使当年一片苦心，若您一意孤行，天下万民亦怀疑陛下识人不清，如何还有如今的政通人和呀？不管天下如何，朕自会以礼担下。若不能为所爱还以清白，朕更不配为君。陛下不可！引龙卫指挥使谢微幼时孤苦，少有英姿，侠肝义于朝政不稳时，配合其师韩国公，背负欺师灭祖之名，为楚军暗中筹谋。谢微虽为先帝驱使，行径奸佞之举，实则暗中保下忠诚良将，隐忍朝犯叛徒，为宁国安稳呕心沥血，而后坦然赴死。今特追封引龙卫指挥使谢微为宁国公，谥号忠烈，配享太庙。没有，不知江山孤寂，这世间亦再无隐私。3年前，我们出使内，叔父发现并暗中运回人，至今仍未醒。叔父真能确定他就是大伯父之子？左贤王谢氏一族天授弘法，预知血脉，还有一次死里头上的涅槃机会，本将军不会认错。恭迎左贤王涅槃归来！先生等我！芊芊，若不是我睡不着了寻了谢父，若不是隐逸告知，先生又要丢下我。这3年芊芊跟在我身边，该教你的我都倾囊以授。芊芊忘了，先生是我乱了，你竟是一点都没看出我的心事。芊芊，先让我起来。我舅父，还没翻篇，学人家温柔体贴，肩膀好痛，让你捏一捏。有没有理解被人忽视的感觉？接下来怎么弄？我不会，哥哥教我。更不受控愿，放置这情的永远。那叮咛雨落河畔，路边野花波澜，下雨微点压阶沉水畔，哦，烟波如云珠，发已经暗，西风在轻触谁的伞。白墙黛瓦，青石上，女排有花，小剧场，一人哥哥，我还好。平日里看你斯文之礼，怎能又如狼崽子般闹腾？分明是哥哥太有理。哥哥为何忽然离京？陛下令我将谢微棺骨迁入才建好的地里。陛下如此，才对得起谢微一腔深情。就是此时，我才发现谢微的棺骨是空的。什么？嘘！难道谢微没死？可是不对啊！3年前我亲眼所见，谢微被万箭穿心。芊芊可还记得3年前戎狄使团前来议和，正是谢微葬礼时？当时使团中也有几个红发之人，谢微又是乞儿出身，哥哥是怀疑，所以我借口游山玩水1年，去戎狄一探究竟。
哥哥为何不告知陛下？此事究竟如何还未知，不过是我的猜测罢了。青青也看到陛下这3年如何过的，若再一次失望，恐怕……幸而我追上了哥哥，想我哥哥还有很多以后。青青这般不管不顾追来，也不怕丞相大人担忧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爹娘早就叫我的亲，巴不得我心想事成。